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婆婆骂我是不下蛋的母鸡，我给婆婆道歉，说是我的错，都怪我的肚子不争气。老公找了小三，我大力支持，说一定会和妹妹和睦相处。老公抱着我说：“辛苦我了，辛苦，确实辛苦。你们三个恶人的灵魂，闻着太香甜可口了，我忍得确实辛苦。”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吃什么吃？一个不下蛋的母鸡吃那么好干什么？还好意思加肉吃，活像恶老鬼投胎。我婆婆刘根花拍着桌子，唾沫横飞，眉头中间竖起几根悬针纹，眼神像是要吃了我一样，尽显刻薄。我被她骂得低下了头，一脸怯懦：“妈，对不起，是我的错，都怪我的肚子不争气，没给老刘家生个大胖孙子。我不配吃肉，我吃点白菜叶子就行。”说罢，我颤抖地伸出筷子，又往碗里加了许多白菜。刘根花撇撇嘴，我心领神会，拿出餐巾纸给她擦嘴。我在这个家向来是当牛做马惯了的，天天伺候婆婆刘根花和老公刘明艳。擦完嘴，刘根花边拿牙签剔牙边说：“你有自知之明就好，我儿子在外面赚钱那么辛苦，可不是为了养一个不下蛋的母鸡的。要是以前你早就被扫地出门了，也是我儿子心善，还肯养着你这个废物。”我点点头：“妈，你说的对，嫁给明艳是我的福气。”刘根花很满意我的识相，起身回了房间。出来时已经换上了她跳广场舞时穿的衣服。她边照镜子边对我说：“我要去跳广场舞了，等我跳完回来，我要看到人参鸽子汤在桌子上。”刘根花对我刻薄，对自己倒是一点不吝啬，补品不知道买了多少。妈，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做好，保证你回来的时候汤还是热的。刘根花往门口走去，我赶紧上前帮她把鞋子拿出来，然后目送她离开。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我的唇角向上勾起。刘根花在外面跳广场舞，我在家里给她煲鸽子汤，把汤放灶台上煲着后，我就躺在沙发上刷抖音。现在的人类是有点意思，搞出来的抖音确实很好玩。哒哒哒，楼道间响起脚步声，我一下子就听出来是刘根花的脚步声。我起身去厨房把火关掉，然后盛出一碗汤放餐桌上。刚把碗放好，刘根花就进门了。我十分殷勤：“妈，你快来喝汤，还是热的。”刘根花坐下来把汤喝了，还咂巴咂巴嘴。喝完，她身上一股子热气，然后去了厕所洗澡。我则是打扫卫生，把刘根花捡回来的瓶瓶罐罐给她收好。这些她攒多了是要出去卖的。我正专心打扫呢，咔嗒一声，门开了，是我老公刘明艳回来了。我赶紧放下手里的扫把迎过去：“老公，你终于下班了，怎么身上一股子酒气呀？”刘明艳身上的酒味怪熏人的。今天晚上陪领导谈了一个大单，晚上请甲方吃饭，喝了点酒。刘明艳说着，把领口的扣子解开透透气。我们这边正说着，刘根花穿着拖鞋，踩着湿漉漉的水印子出来了。她只穿了条内裤，上半身竟然一丝不挂。我惊呼：“妈，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明艳还在呢。”刘根花一脸无所谓：“没穿衣服咋了？就你大惊小怪？明艳小时候还喝过我的奶呢，就你这个赔钱货，一天到晚咋咋呼呼。”刘根花斥责我：“看到你老公喝了酒，还不去给他煮点醒酒汤，没眼力见的东西。”刘明艳被他妈吵得捂住了头：“妈，你别说了，吵得我脑子嗡嗡的，我要去洗个澡清醒一下。”
他说完就往厕所走去。刘根花眼睛朝我一勒：“杵在这里干啥？还不快去干活！你个懒货！”我瑟缩着身子去了厨房，背后传来刘根花轻声细语的声音：“明艳呐，你自己洗澡能洗干净吗？妈进来给你搓搓背。”随后便是厕所门打开又关闭的声音。听着这些荒诞的话语，我笑了。闻着他们腐烂灵魂散发出来的香气，我告诉自己，再忍忍吧，等他们的灵魂彻底成熟了，我就可以大快朵颐了。我是蟹，是一种上古凶兽，我专以人类的灵魂为食，尤其是恶人的灵魂，对我来说是大补。当时我才从千年的沉睡中苏醒，饥肠辘辘，法力不足，一下山才发现人间已经变了模样，人类已经今时不同往日，变得十分强大了。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所以我伪装成人类的模样，在人群中搜寻猎物。循着灵魂的香气，我很快就发现了刘明艳和刘根花，他们都有着一个堕落腐烂灵魂，这正是我想要的。于是我暗中接近当时还是公司小职员的刘明艳，摆出一副温柔懂事的样子。她很快就沉迷其中，然后和我结了婚。结婚之后，我表面上低伏作小，唯唯诺诺，实际上我在暗中等待他们的灵魂成熟，到时候我就可以享用这美味的一餐。等刘根花伺候刘明艳洗完澡，醒酒汤也煮好了，刘根花拿着他俩换下来的衣服递到我面前：“你把这些衣服洗了，记得用手洗，不要用洗衣机，浪费电。”我乖巧接过，拿到洗衣台上洗，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酒醉的蝴蝶这首歌在屋里响起来。刘根花又在拍抖音了。他平时除了吃饭睡觉刻薄我之外，其他的爱好就是拍抖音，吃个饭拍，跳个广场舞也拍，只要兴头来了就拍。我正洗着衣服呢，刘根花举着手机凑到我跟前来，边拍边说：“我这个儿媳妇就是勤俭节约，我叫她用洗衣机洗衣服，她非不肯，说手洗得更干净，还节约电费。”刘根花在家刁难我，在外倒是表现出对我很好的样子。整个小区谁家不说我陈雅的婆婆明事理，对儿媳妇好。等我把所有东西收拾完，都已经是晚上11点了。我回到房间，顺手把门关上，就看见刘明艳躺在床上刷抖音，里面的擦边女扭动着身子，边喊哥哥边跳舞。看着刘明艳一脸沉迷的样子，我就犯恶心。我过去睡在另一边的床上，床上的动静引起了刘明艳的注意。她见我过来了，便放下手机靠近我，一只手抚上我的大腿，引起了我生理性的不适。老婆，我们好久都没有亲热了。刘明艳仰起头想亲我。之前每次他想和我亲热，我都是施迷魂法把他糊弄过去，这一次我也不例外，正准备施法呢，叩，房间门响了，我下床去开门，只见刘根花站在门外。妈，这么晚了，你不去睡觉，来我这边干什么？被打扰了好事。刘明艳一脸不悦：你以为我想来呀？还不是因为你们一直没有孩子。刘根花一脸兴奋的样子：儿子，最近我从你婶子那里学到了一个包生儿子的土方。听到包生儿子，刘明艳来了兴趣。什么土方？就是一个姿势，你们俩亲热的时候用那个姿势，肯定不生儿子。你婶子的3个儿子都是这么来的，也是我和你婶子关系好，他才肯告诉我，别的人他都不说的。刘根花嘴里的婶子是老家乡下的一个妇女，她确实是生了3个儿子，在村里可硬气了。不过这3个儿子和姿势有没有关系，就无从考证了。妈，你这是封建迷信吧？刘明艳不咋相信，
是不是封建迷信？你们试了才知道。快，你们赶紧亲热亲热，妈在旁边给你们指导。干，这老婆子越来越颠了。儿子儿媳房中事，她还要在旁边指导。刘明艳犹豫了，老婆，要不然咱们试试？操！我心中万马奔腾，但我还是做出一副羞涩的样子。老公，这种事情人家怎么好意思让别人看嘛？刘根花一听，一蹦巴掌高，你个不下蛋的母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生不出儿子你就好意思了？明艳，你就听妈的，试试看。刘明艳一脸为难，老婆，咱就听妈的试试看吧。我知道刘明艳是妈宝男，但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妈宝。就算今晚多浪费一点法力，我也不会让刘明艳碰我一点点的。我掐起法诀，对刘明艳和刘根花都施了迷魂法，让他们都以为事情如他们所想的那样发展。几个月后，我的肚子还是没有动静，再加上刘明艳升职了，成了公司的一个项目主管，一个月工资3万，刘根花便更加觉得我配不上他儿子了。他于是起了其他小心思。这一天公司放假，我和刘明艳都待在家里面。刘根花一早便出去，不知道哪里去了。下午差不多5点的时候，刘根花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女孩留着一头秀丽的长发，瓜子脸，一双大大的杏眼。明艳，你看谁来了？刘根花一进门就大声嚷嚷。刘明艳原本在玩手机，听见他妈的声音，便循声看过去，瞬间瞳孔地震。看着刘明艳的神色，他俩这是认识。那女孩看见刘明艳，声音矫揉造作：“明艳哥哥，你这是不欢迎我吗？”刘明艳瞬间站起身来：“没有的事，你能来我很高兴。”只是刘明艳声音一顿：“你怎么今天突然来了？我都没有心理准备。”女孩十分雀跃：“我过来当然是有好消息来告诉你呀。好了，有啥事先进门再说。陈雅，你赶紧去切点水果过来给婷婷吃。”我起身去厨房切水果，外面的3人在窃窃私语。这个声音如果是一般人肯定是听不见的，但我不是一般人呀，我是凶兽，所以我把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刘根花，明艳，婷婷怀上了，是你的孩子。刘明艳，我的孩子。刘明艳十分震惊，这么快就怀上了？孙婷婷用小拳头捶刘明艳的胸口：“明艳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只跟过你一个人，孩子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你要是不喜欢，我干脆把孩子打掉好了。”别，婷婷！刘明艳赶紧阻止。刘根花也上前帮腔：“婷婷，我今天带你过来，就是让明艳为你负责的。以后你就住在这里，让刘雅伺候你。以后你生了大胖小子，家里的财产全都留给孩子。陈雅姐会答应吗？毕竟在外人看来，我是小三。我还是走好了。”孙婷婷做事要走，她敢不答应？她要是不答应，我让明艳把她给休了。不下蛋的母鸡还好意思占着坑？砰！菜刀砸在砧板上，发出剧烈声响。刘根花骂骂咧咧：“你要死啊！切个水果这么大动静！”我把水果端出来放桌子上：“婷婷，你快吃，这个车厘子可贵了，51斤呢。”刘根花招呼着孙婷婷，孙婷婷小口小口吃着，桌上的气氛陷入了沉静。刘根花给刘明艳使了个眼色，刘明艳慢吞吞开口：“老婆，我给你说个事儿。”我坐直身体，眼睛认真地看着他，示意他继续说：“就是婷婷，她已经有了我的孩子，你先别生气。你也知道，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孩子。你不能生的话也没关系，孩子婷婷来生，
到时候生下来还是咱刘家的种。这段时间，婷婷都留在我们家养胎，你帮忙照顾着点。我相信你这么爱我，肯定也会爱我的孩子，你说是吧？”我半晌没说话，刘根花沉不住气了。你要是答应，就好好照顾婷婷；要是不答应，就赶紧给我滚出这个家。明艳的老婆，婷婷来当。我深情地看着刘明艳，缓缓开口：“明艳，你放心，我一定会和妹妹和睦相处。没有孩子一直是我心中的痛，现在看见妹妹怀孕了，我打心底里为你高兴。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妹妹的。”为什么我会这么容易答应呢？当然是因为我闻到了孙婷婷灵魂的味道。这个女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人，我可不会拒绝送上门来的食物。还有就是刘明艳和我过的这几年，早已经阴气入体，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孙婷婷肚子里的孩子肯定不是她的。我自然是乐于看刘明艳戴绿帽的。刘明艳感动地抱住了我：“老婆，你辛苦了，辛苦，确实辛苦。你们三个恶人的灵魂闻着太香甜可口了，我忍得确实辛苦。”于是孙婷婷就在家里住了下来。我要伺候的人又多了一个。又是几个月，孙婷婷肚子显怀了，吃进去的东西很快就被吐出来。刘根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生怕孙婷婷吃少了，肚子里的大孙子营养供不上。于是刘根花跑去外面买了很多适合孕妇吃的补品，各种贵价水果更是随便孙婷婷吃，多吃点，我舔舔嘴唇，养肥了我好把你吃了。我变成了一个丫鬟，他们叫我往东，我不敢往西。孙婷婷因为孕期脚浮肿，只好蹲下来洗脚。于是刘根花叫我给孙婷婷洗脚按摩。孙婷婷坐在按摩椅上，脚放在盆里，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把袖子撸起来给孙婷婷洗脚按摩。孙婷婷边洗脚边吃草莓，还假惺惺地说道：“真是麻烦陈雅姐了，这几个月不知道给陈雅姐添了多少麻烦。婷婷，你别这么客气，就凭你怀了孕这一点，你就是我刘家的大功臣，刘雅伺候你是应该的。”刘根花赶忙来安慰孙婷婷：“我妈说的对，婷婷你就好好养胎吧，小雅不会觉得麻烦的。”刘明艳也来安孙婷婷的心。孙婷婷满意的笑了，俯下身凑到我耳边轻声道：“你看到了吧，不被爱的才是小三，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是，你们是一家人，到时候你们整整齐齐的进我肚子吧。”想到那个味道，我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晚上我睡在床上，迷迷糊糊之间闻到了一股蓬勃的香气，是灵魂成熟的味道，让我口舌生津。我猛地睁开眼，仔细嗅闻，没错，他们三个的灵魂都已经成熟了，我可以正式开始我的计划了。首先是刘明艳，我潜入他的潜意识，知道了他这个项目主管的来历可不光彩。当时除了他，还有公司的另一个叫赵光的同事和他一同竞争项目主管的位置。赵光学历比刘明艳高，而且比刘明艳会来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一任项目主管就应该是赵光。但是刘明艳从中破坏，在一次重要的合作中，刘明艳把赵光准备的一份机密资料给调包了，最终导致公司和甲方的合作破裂，造成了公司上百万的损失。公司领导大发雷霆，于是赵光的升职就泡汤了。刘明艳成功上任项目主管。刘明艳当时做得很干净，调包的文件被他烧掉了，监控视频被他给删掉了，所以警方来调查监控时一无所获。虽然监控被刘明艳删除了，但是我可以恢复啊，
我潜入刘明艳的潜意识，看到了她作案时的监控，用法力把监控视频做出来了。然后我把监控视频发给了赵光。第二天，赵光就把监控视频交给了公司领导。领导看了监控视频后大发雷霆，再加上赵光是领导好友的儿子，领导存心要给赵光出气，直接把刘明艳给开除了，还叫他赔偿公司损失，不然就起诉他。刘明艳为了不进局子，最后赔了公司20万。他回家后发了好大一通火，连怀孕的孙婷婷去安慰他，他都没有给好脸色。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已经删掉视频了吗？那个监控视频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刘明艳怒火中烧，都把家里的椅子给砸烂了，但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我站在一边暗笑，你想吧，你想破脑袋都不可能想得到。刚被开除的那几天，我们在家里都不敢大声喘气，生怕惹到刘明艳，而刘根花则是心疼赔掉的20万，大骂公司领导。又过了几天，刘明艳冷静了，接受现实了。孙婷婷看到刘明艳不似之前那么暴躁，也敢上前去体贴几句了。燕哥，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咱应该向前看。你能力那么强，重新再找份和之前待遇差不多的工作，肯定易如反掌。孙婷婷靠在刘明艳身上，对她一顿细声细语，好似一朵美丽的解语花。我则站在一旁看热闹。自从刘明艳痛失20万之后，刘根花心疼得不得了，自己的补品少买了，广场舞舞服也不买了，就连给我买菜的钱都少了。有几次他还捡菜市场不要的菜叶子带回来做菜吃。之前给孙婷婷吃的贵价水果也断了，换成水果店促销的水果，其他人受得了，孙婷婷可受不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所以他得赶紧叫刘明艳出去找工作赚钱，把她的生活质量重新提起来。孙婷婷的安慰还真的起到了效果。刘明艳按住孙婷婷的手，婷婷，你说的对，开除我是公司的损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明天我就开始找工作去。燕哥，婷婷，两人四目相对，又是一番浓情蜜意。看着这渣男贱女的一对，我都年夜饭都想呕出来了。刘明艳开始找工作了，在各种招聘网站投了几百份简历，她的工作经验还是挺占优势的，陆陆续续收到几十家公司的面试通知。但奇怪的是，好多公司面试的时候聊得好好的，领导也挺满意的，但面试完就发通知拒绝了，甚至好几家公司都已经发了 offer 了，都是没过多久 HR 又打电话回来通知把 offer 给取消掉了。前面几家公司可能是意外，但所有公司都拒绝，很显然有其他猫腻。刘明艳托关系找了好几个人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一个前同事告诉他是赵光那边做的。赵光有个好兄弟是一个大公司的 HR， 而且家里有权有势。这个 HR 把刘明艳做的事在 HR 群里都说了，而且点名封杀刘明艳，所以整个市里没有公司敢录用刘明艳。刘明艳得知这个消息后，双目猩红，额头上青筋暴起，砰的一拳砸在桌子上，然后又是一脚把身前的桌子踢翻，看见啥就拿啥撒气，把家里的东西砸个稀巴烂，然后人跑了出去。到了半夜，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回了家，要是看谁不顺眼了，直接动手就打，就连怀孕的孙婷婷都挨了一耳光。我仗着身姿灵活，没被他得逞过。不过刘根花就惨了，被自己亲儿子打得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动弹不得。
刘明艳天天在外不着家，我则是在家天天做清汤寡水的饭菜吃。问就是家里才花了20万，再加上刘明艳没找到工作，钱得省着点花。一番操作下来，刘根花本就干瘦的面颊更是瘦得像挂了层皮在上面。孙婷婷原本红润的气色都变得苍白起来。妈，我刚才买完菜回来，看见小区楼下有公司在送鸡蛋，还挺多人在排队的，你要不然去看看。原本还躺在沙发上哀呼连天的刘根花瞬间不叫了，腾的一声从沙发上坐起来。哪里有送鸡蛋的？就是小区东门门口那里，我看楼下赵阿姨都领了，提着大包小包的呢。要不是提着菜不方便的话，我也去排队了。刘根花提着包就往门口奔，那我可要赶紧去，不能让小区那些老钱婆都领完了。孙婷婷啐了一口，一股子穷酸样，跟800年没吃过鸡蛋似的。说罢又摸着肚子玩手机。到了傍晚，刘根花回来了，背出去的包鼓囊囊的。还好我去的比较早，后面去晚的屁都没有了。还是我机灵，趁他们不注意多抓了几个鸡蛋，还把他们送的纸也多拿了几包。刘根花占到了便宜，一脸兴高采烈。晚上我们吃完饭后，刘明艳又是一脸醉醺醺的回来了，嘴里骂骂咧咧。他一回来，我们全做鸟兽状散开，生怕又惹到他，挨他一顿打。怎么？以前我赚钱的时候，一回家你们哪个不是嘘寒问暖？现在我失业了，你们一个个当我瘟神是吧？老子之前白养你们了。刘明艳把手里的杯子一砸，玻璃碎片四溅，又要开始撒酒疯了。刘明艳一把抓住离他最近的孙婷婷，抬手就是一耳光。躲什么躲？我又不会吃了你。孙婷婷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但不得不露出讨好的笑容。燕哥，我没有躲，我只是吃多了，想走走路消消食。你儿子也想多走几步路。儿子？刘明艳突然清醒了一瞬。既然我儿子想多走走，那你多去锻炼锻炼。孙婷婷如蒙大赦，赶紧扶着腰走了。刘明艳撒完了酒疯，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刘根花看着人不人鬼不鬼的儿子，直呼造孽呀！我冷笑着看着这一幕，造孽吗？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自上次刘根花领了鸡蛋和纸巾后，那个公司又陆陆续续在小区里面做活动送东西。最开始是人只要去了，立马就送东西，到后面发展成要听完讲座才能领东西。最近一次开讲座的老师让他们这些老头老太太可以拿点自己闲散的资金，投到公司最新的投资项目里面，说1个月就有10%的利息。嚯，这些老头老太太，你叫他免费领东西，他很积极。要是要让他们出钱，那可没那么容易。刘根花也是这样，开始也是不相信，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1个月10%，连银行都没这么高的利息。讲座老师舌灿莲花，说他们公司上头有人，有赚大钱的门路，如果不是还差点启动资金的话，公司自己都做了，干嘛还来找你们这群老头老太太？也是你们赶上了好时候，不然哪有那么好的事？刘根花心里还是没底，说自己下来再考虑考虑。这一考虑就过了1个多月，又到了公司开讲座的日子了。刘根花跟着他的广场舞搭子一起来了，我也跟在后面凑热闹看看。一进门就看见前面讲台上摆了一堆钱，讲师看人差不多来齐了，直接开门见山说今天是来分钱的，上个月大家投的钱利息如数到账，今天大家就是来领利息钱的。大家伙都沸腾了，讲师一个个念名字上去领钱。吴素芬2000元，陈淑红
1000元，赵春梅5000元。刘根花的广场舞搭子就是赵春梅。只见她喜滋滋的上去领了钱。赵春梅下来后，刘根花上去问春梅：“你这么大方啊，一头就是5万，还不是平时儿子儿媳给的钱多，花不完的我都攒下来了。刚好有个投资机会，那就投一下试试看呗。”赵春梅看着刘根花犹豫的样子，开口道：“你要是担心的话，那不如先投点小钱进去试试看，到时候亏了大不了不干了，也没多少损失。”刘根花被赵春梅说动了，讲座结束，立马跑到讲师那里报名去了。同时去报名的还有不少其他老头老太太。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一旁的我一眼便看出来这是一个杀猪盘，但是人心的贪婪是无止境的，你去阻拦别人，可能还会说你见不得他们赚钱。刘根花开始时只拿了5000块投进去，1个月后确实拿到了500块的利息。看到回报的他又追加了投资，1万2万，再到5万10万。最后把家里所有的积蓄30万全部投进去了。这几个月十分风光，什么都不用干，都能拿几万的利息。因为有了进项，刘根花也硬气起来，买菜钱也愿意多给了。孙婷婷的孕期补品也重新供应上来，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唯一让她忧心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刘明艳。有了钱之后，不光没有学好，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天天伸手问刘根花要钱花。刘根花最后都是心软的给了。这一天，刘根花正在家刷抖音，一个电话打过来：“根花，不好了，那个讲师不见了。”电话里赵春梅的声音十分焦急：“什么？我今天给讲师发消息，显示我已经不是他的好友了。我跑去之前开讲座的地方看，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了。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在群里面问怎么联系不上讲师，恐慌在大家心里面蔓延。刘根花坐不住了，赶紧出门找人。后面听说刘根花和其他听讲座的人都没有找到那个讲师，最后他们一起去报警了。警方调查后发现，这是一起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几百万，除了我们这个小区，还有其他的受害者。案件还在侦查之中，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笔钱很难追回来了，因为诈骗人员会把钱汇到国外去，以躲避国内的追踪。同时，作案人员完成诈骗后会立马出国，把钱追回来简直是遥遥无期。什么？钱全部没了。刘明艳一回来就听到这个噩耗，怒目圆睁，喘着粗气。刘根花瘫在地上，哭嚎着：“这该死的骗子，把我骗得好苦啊！”孙婷婷挺着肚子上前，真的1分钱都没有了，没了，都没了，除了身上的最后几千块钱，其他都没了。听到只剩这点钱了，孙婷婷开始闹了。没钱生什么孩子，生了也养不起，我要把孩子打了。听到孙婷婷要打孩子，我假意上前安抚：“妹妹，这没钱只是暂时的，等你把孩子生下来就好了，别想给我画饼。现在都没有钱，生了孩子就有了，别想把我当傻子。我明天就把孩子打掉，不能打，不能打。”刘根花赶紧从地上爬起来。这可是我老刘家的独苗，不能打。刘明艳也上前劝阻，这可是他的第1个孩子，不打也可以，你们得给我钱啊，这可是你老刘家的孙子。刘根花妥协了，给，我明天就出去看有没有人要保姆，赚到的钱都给你。孙婷婷勉强被安抚住了，不闹了。半夜，你个贱人，居然敢给老子戴绿帽子！巨大的声音把我惊醒，我赶紧起床去看，只见刘明艳把孙婷婷堵在房间里，
手里拿着他的手机。如果不是我今晚临时起意想来房间看看你，不然不知道要被你骗多久。原来是刘明艳半夜去孙婷婷的房间看看她，结果进去发现孙婷婷已经睡着了，但是拿在手里的手机屏幕还亮着。刘明艳出于好奇看了一眼，结果发现孙婷婷在和一个陌生男性聊天，还叫她老公。把聊天记录往上翻，发现了让她气血逆流的事情。原来孩子根本不是她的，而是这个陌生男人的。刘明艳一把把孙婷婷从床上扯起来，然后就有了以上这一幕。怎么可能呢？燕哥，孩子就是你的。孙婷婷表情僵硬，你还给我狡辩！刘明艳一耳光扇在孙婷婷脸上，她的脸立马肿得老高。孙婷婷这段时间积攒火气也上来了。你个穷鬼，有个孩子就不错了，是不是亲生的有那么重要吗？刘明艳被彻底激怒了，把孙婷婷往死打，敢给老子戴绿帽子，老子打死你！刘根花在一旁加油鼓劲，我老刘家的钱是那么好花的吗？居然给我儿子戴绿帽子，今天必须给你点颜色看看。男女之间的体格差距让孙婷婷只能挨打，无处可躲啊！孙婷婷一声惨叫，大腿间不断流出鲜血。糟了，孩子不会是被打流产了吧？不会一尸两命吧？听到这里，刘明艳也冷静下来。孙婷婷不断哀嚎，脸色发白，快叫救护车呀，不然真要一尸两命了。我的叫声提醒了刘明艳，刘明艳赶紧掏出手机叫了救护车。不过10几分钟，救护车就来到了楼下。医护人员把已经失去意识的孙婷婷抬上担架送往医院。孙婷婷被抢救过来了，但是孩子确实流产了。她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报警，告刘明艳殴打孕妇。对于这种恶性事件，警方出警很快，快速地把刘明艳控制起来，然后把我们这些在场人员叫过去调查。我给孙婷婷做了证，证实确实是刘明艳把她打流产的，再加上警方搜集的其他证据，刘明艳很快被判刑，要坐5年牢。你为什么要说是明艳把她打流产的？刘根花指责我，我淡淡表示，我只是说出事实罢了。如果你不作证的话，明艳根本不会被判得这么重。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我是贱人，那你又是什么？刘明艳成现在这个样子，不过是有其母必有其子罢了。你不会以为没人知道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吧？我含笑望着刘根花，刘根花后退几步。你在说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呵，刘根花，1972年生人，12岁那年，你嫉妒你的妹妹长得比你好看，于是你趁她睡觉的时候，把开水泼到她脸上，致使她毁容。18岁那年，你嫉妒同村的女生说了一门好亲事，在晚上女生回家的路上，你暗中唆使流氓把她强奸，导致女生上吊自杀。22岁那年，你结婚了，但是一直没有孩子。你嫉妒村里一个怀孕的孕妇，暗中使计导致她流产。还有一桩桩，一件件，我把刘根花做过的那些事全都说出来。碍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当时的科技并不发达，才让刘根花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只要他做过，他自己一定会留下记忆，那我也必然会知道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知道？刘根花十分惊慌，他做的那些事很多只有他自己知道，从来没有告诉过其他人。那我又是从何得知的？你做的事，其他人当然不知道，但如果我不是人呢？在刘根花惊惧的眼神下，我露出原形，独角，铜铃大的眼睛，浑身上下遍布浓密的毛发。刘根花一边吼一边后退，
你这个怪物！我不断往前，直到把他逼到窗台边上站着。窗户没有防盗窗，掉下去就是一个死。法律无法审判你，就让我这个怪物来审判你。我伸出爪子往前一抓，刘根花的灵魂被我勾了出来。他的灵魂想要逃，但被我死死抓住，然后往我的大嘴里塞。在刘根花的哀嚎中，我把它吃进了肚子，而失去灵魂的肉体如一盘散沙，脚一滑就往楼下栽。随着砰的一声，刘根花摔得七零八碎。我申请了探监，探监顺利通过。我在探监室里等刘明艳，很快身穿囚服的刘明艳出来了，脸上胡子拉碴的，眼下青黑，看来她在里面过得并不好。刘根花死了，我一开口就是惊天大瓜。刘明艳惊得抬起头，眼眶通红，是从楼下掉下来摔死的，不可能，是不是你干的？刘明艳神情癫狂，想冲出来打我，但被墙隔开了。我朝他微笑，做出口型：你猜对了，现在轮到你了。古人云有其母必有其子，刘明艳也不是啥好人。刘明艳从小便喜欢逞凶斗狠，欺凌弱小。读初中时，班上同学的妈妈得了癌症，在学校募捐。刘明艳中午趁其他人不注意，把几万的捐款全都偷走了。最后，同学妈妈因为没有医药费死于癌症。读大学的时候，刘明艳喜欢和其他人狐朋狗友出去鬼混。一次，他把班上一个女同学骗出来，给人下了迷药，结果药物剂量过大，导致女同学呼吸衰竭而死。刘明艳把人抛尸到野外，我的行为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民除害。我朝刘明艳张大嘴，嘴里一吸，刘明艳猝不及防，她的灵魂便被吸入我的口中。我拍拍肚子，一连吃了2个灵魂，都有点饱了。没有灵魂的肉身不过是个傻子。我起身离开了监狱，把浑浑噩噩的刘明艳留在身后。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终于找到你了，孙婷婷。我突兀的出现把孙婷婷吓了一跳。此时，孙婷婷正把一个迷昏的女生往车上放。没错，孙婷婷是一个人贩子，她依靠自己这副皮囊骗了不少年轻女性，然后把她们卖到山里给其他人当老婆。有的女生性子烈，不服管教，老是想逃跑，孙婷婷便和其他同伙一起把人打死了。孙婷婷十分警惕：你怎么在这里？当然是来要你的命了。孙婷婷想叫人，我施法把她禁言了。我故作苦恼地摸摸肚子：你想叫你的同伙吗？可是我已经把它吃了，这可怎么办呢？不如你们就在我肚子里面相见吧。在黑暗的掩藏下，我的头变成了圆形的头。孙婷婷满眼惊惧，掉头想跑，但我可不会放过她，一把抓住她的脖子，另一只手一抓，她的灵魂被我抓了出来。嗷呜一口，我把她吃下了肚。嗝，我控制不住地打了个饱嗝，终于吃饱了。我拿出手机报警说有人买卖人口。在警察过来之前，我偷偷离开了。后来我看新闻说，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人性的说道：我们婚前不是说好的，妈不跟我们住。说完，我紧紧地盯着刘瑜，看着他那张厚厚的嘴唇一上一下的吐露出一串让我恶心的话语。我也没办法呀，我妈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也只能让让她。你说她年纪都这么大了，万一气出个好歹出来，辛苦的不还是你？听完，我心里头像是被塞了颗滚烫的火球，火气一阵阵地往上冒。上辈子婆婆一来到我家，就像个搅家精一样，把家里搅个不得安宁。先是挑三拣四赶走家里的阿姨
逼我做饭，后世四处宣扬，败坏我的名声，说我这个恶媳妇容不得她一个乡下来的婆婆，她只能认隔壁小寡妇当干女儿，搬到她家去住。就当我以为这是以我们互相妥协而结束时，婆婆竟然给刘瑜和小寡妇牵红线，他俩好上了。想到意识消散前，刘瑜和小三在我遗照前颠鸾倒凤那副丑陋嘴脸，我心中一阵作呕，抬脚就对他两腿间恶狠狠地踹过去。啊！刘瑜像是只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哀嚎着大跳起来。宋妍，你疯了！他捂着两腿处身子攻成只虾米，惊讶又恼怒地看向我。我看着那双满是厌恶的眼睛，即使对他已经没有了感情，心里还是一阵难受。平复了下情绪，我冷声道：“你妈要来，可以，但是她要是不老实，我就把她赶出去。你敢？”房产证上写的可是我的名字。见我哑火了，刘瑜得意洋洋地看着我，又故意用我的话回怼道：“你要是不老实，就给我滚回你娘家去。”房产证这事确实是我脑子进了水，见他那副恶心嘴脸，我气得气血翻涌。正要发作时，屋外骤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拍门声，砰砰砰！随即房门外响起一声怯生生的女声：“刘大哥，刘大哥，刘大哥，你在吗？”我明显感觉刘瑜身子一僵，他也顾不得和我争吵了，连忙披了件外套就钻出去。我慢吞吞地跟在他后面。我哪里不知道门外是谁？上辈子也是这个时候，小寡妇王云穿着湿漉漉半透明的衬衣跑到我家，娇滴滴地求着刘瑜去她家修水管。当时我和刘瑜也因着婆婆要来住这事吵得不可开交。王云一来，刘瑜就顺水推舟地钻去他家修水管。隔壁新搬来的邻居半夜水管爆了，弄得满屋子是水，我帮忙去修。刘瑜冷冰冰的话语打断我的思绪。我打量着门口哭得梨花带雨的王云，她身上的衬衣湿漉漉的，波涛汹涌的沟壑半遮半掩，里面性感的紫色内衣若隐若现，显露出一股淑女的风韵。我等的不就是这个？行了，我知道她带着个孩子也不容易，你有能力就多帮帮她。听我这么说，刘瑜原本紧绷的脸色舒缓些。两人一前一后进了隔壁屋子，等了快半个小时。我琢磨着时间差不多，掏出手机给楼下的保安亭打了个电话：“喂，小李，你小云姐家水管爆了，喷得满屋子都是水，她喊你快上门来帮忙。”我又连续敲响了好几家邻居的门，带着身后浩浩荡荡的一群人直奔王云家。离王云家还有些距离，我就见一身穿保安服、矮胖的男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宋姐，我小云姐家咋样了？”又见王云家大门紧闭，他奇怪地挠头，他咋不出来躲躲呢？保安小李是王云的追求者，上辈子我老见他提着各种水果、鲜花礼物往王云家钻。可王云东西没少收，但名分却没给人家一个。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身后的邻居就把我刚刚的说辞一股脑说出去。宋妍妹子说小云妹子心善，担心漏出来的水会把外头的墙泡坏，都不敢开门呢。见身旁的邻居七嘴八舌地夸赞着王云，我欣慰地点头，给王云立了个坚强而一世独立的小白花人设。小云妹子也不容易，她一个寡妇还带着孩子，要不是家里都快被淹，也不会出来张口求人。我们能搭把手就搭把手。我一早就让我家刘瑜去帮忙，可他又不精通这些。邻居们脸色肃然地点头，不约而同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可等走到王云门前，听着里头娇滴滴的娇吟声和喘息声，所有人都沉默了。随着众人的沉默，里头的声响愈发显得清晰。小李的脸一下子绿了，众人纷纷扭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敲门吗？这不大好吧？人家在做那种事呢，你们说他哪来的男人？众人如梦初醒，纷纷用同情安慰的目光看向我。我摇摇头，仿若固执的不肯相信这个事实。不会的，我不相信我老公会背叛我，我不信。让开，我来撞门！保安小李大吼一声，矮胖的身子像颗炮弹一样猛地轰向房门，仿佛天塌地裂，整面房门发出雷轰一般的响动。我不知道里面的刘瑜会不会被吓萎，反正他开门时脸上属实是不好看。门外这么多人，明显让他有些猝不及防。他慌乱地挡住后方满脸潮红的王云。人渣！我怒气冲冲上前一巴掌扇了过去，他硬生生挨了一巴掌，也不敢发火，急忙辩解道：宋妍，你听我解释。我捂着耳朵尖声惊叫：我不听，我不听，一定是王云勾引你了。不等刘瑜回答，我直接一把推开他，揪住他身后王云的衣领子，就是一个左右开弓，啪啪啪打完，我长舒一口气，心里爽快多了。而王云则顶着一张满是巴掌印的脸，咬牙切齿地看着我。响亮的巴掌声让周遭嘈杂的人群安静了一刹那，随即似水落油锅般突然沸腾起来。邻居们纷纷上前阻拦，嘴上喊着以和为贵，面上却一副看八卦的神情。一旁的小李炸毛道：宋姐，你太冲动了，说不准是刘哥趁人之危，小云姐怎么可能干这种事？见周遭的邻居对自己指指点点，刘瑜脸都绿了，连忙推脱道：别胡说了，我们什么都没干。我转过身，佯装怒气冲冲地跑回家，嘴上喊着闹着要把王云勾引他的事宣扬出去。身后的刘瑜急忙追上来，哄着让我要相信他。他哄了我半天，想到后续的计划，我装作勉强相信了他的说辞。而经过这么一出戏，王云和刘瑜两人在我们小区名声大噪。我和刘瑜有时走在路上，到处都能听见他和王云的风流韵事，还被改编成好几个版本，四处传播。如此几遭，刘瑜不敢再随意出门了，一下班就躲回屋子里。没2天，我婆婆终于来了。我当时刚下班回来，就见屋里多了个3白眼、高颧骨的中年妇女。婆婆常年在海边待着，皮肤被晒得有些黝黑。虽然手里捏着刘瑜大半的工资，能常去美容院保养，但眼角仍有淡淡的鱼尾纹。见我回来，她扭过身子，只拉着刘瑜自顾自地聊着天。我心里也一阵恼火，直接摔门进了卧室。我不热情，婆婆拉着脸，直至到饭桌上，屋里的气氛都一直冷凝着。家里的阿姨端菜上来时，婆婆终于发作了：你家还请了阿姨，这多费钱，小年轻就是不会过日子。我不说话，只冷眼看着婆婆开始作妖。啧，这菜油放得多了，调料也重了。她缩了下筷子，又把沾了口水筷子放在盘子上挑挑拣拣，来回拨弄着，又是辣椒又是花椒的，这肉原本的鲜甜味都没了。婆婆往自己嘴里囫囵塞了几块肥肉，吧唧吧唧地嚼了几口，随后呸的一大口吐在饭桌上。做的什么玩意？我老家的猪吃的都比这个好。阿姨在一旁愤愤不平，却碍于情面不好说什么。我看得一阵犯恶心。刘瑜，妈吃不惯，我们去下馆子。刘瑜这2天被我搓磨得很听话，此时见我发话，竟然也把碗搁下了。见刘瑜这般，
婆婆连忙道：“这哪能顿顿下馆子？宋妍，你还会不会管家了？”妈，那你说怎么办？我语气生硬地说。婆婆终于演不下去了，把她撤了。妈自己做饭。我沉默不语。刘瑜忙急赤白脸地反驳：“这哪行？我们接你来是来享福的。”婆婆虎着脸，大声嚷嚷着：“我饭都吃不好，还享什么福？”刘瑜端着碗，讷讷不语。婆婆却恍然大悟一般，指着我命令道：“实在不行，宋妍你去做。”对，儿媳妇给婆婆做饭，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吗？尽管经历过一遭，我还是被她不要脸的样子气笑了。我直接手臂一挥，把桌上的饭菜全部扫落在地上。不爱吃就别吃，谁惯着你？我大声地朝婆婆吼着：“你是刘瑜老娘，不是我老娘！不爱吃就给我滚回去吃你老家的猪食！”婆婆和刘瑜被我镇住了，等反应过来，她扯着刘瑜的胳膊，大声哭嚎：“你看看，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刘瑜刚想开口指责，我直接怒喝道：“你闭嘴！”刘瑜像吞了只苍蝇般，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最终还是灰溜溜退到屋外去。我冷眼看着他鹌鹑一般的行为。刘瑜公司最近人事调动，他极有可能能向上挪一挪，所以他现今十分害怕我去他公司闹事。在我特意的纵容下，事情的发展轨道还是和上辈子一样。阿姨被赶走了。阿姨临走前，我给她包了个大大的红包。阿姨，你先别找下家，我婆婆很快就走。我和刘瑜开始冷战，我直接搬回我娘家住了2天。第2天，刘瑜给我打了电话，他语气生硬地命令着：“宋妍，我妈今天身体不舒服，家里没人做饭，你别在外面浪了，快点回来做饭。”听他这个语气，我立刻明了他这次的晋升调动不顺利，我心中幸灾乐祸，嘴上也直接呛回去：“我没空，我在我妈这边。你妈身体不舒服，你不是有手有脚的？我整天上班都累死了，哪还有精力做饭？而且洗衣做饭不都是你们女人的活？再说你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不好好在家待着，整天四处乱跑，你想想，你这样像话吗？”我觉得刘瑜的脑子被他妈吃了，和他说话简直是浪费口水。我直接把他的电话挂断。刘瑜又打了几个电话过来，还发了几条骂骂咧咧的短信。我嫌他烦，直接拉黑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公司的同事急急忙忙给我打电话：“宋姐，你婆婆来我们公司闹事了。”我接到电话还有些茫然，因为这是上辈子没有的事。上辈子我和刘瑜吵完架就直接出差去了，也没来得及领会到我婆婆这死缠烂打的本事。闹什么了？我一头雾水，赶忙拿了车钥匙就往停车场冲。你婆婆找到我们公司，说你不回家做饭，怀疑你和我们公司领导去酒店偷情。电话那头的同事越说越小声，他也觉得这是很离谱。我气得手脚冰凉，哑着声说道：“别急别急，我马上到公司。幸好我爸妈这边离我公司近，我一路上油门踩到底，紧赶慢赶，终于赶到公司楼下。一到门口，我就听见那尖锐刺耳的嚷嚷声：宋妍呢？宋妍在哪里？他到底和那狗男人去了哪家酒店？”公司门口驻足了一堆围观人群，纷纷指着中间一个撒泼的妇人窃窃私语。我脑子轰的一声炸了。虽然一路上都有心理建设，但我没想到刘瑜他妈竟然真的这么歹毒，不只想搞黄我的工作，还想破坏我的名声。他在家饭不煮碗不洗，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不是外面有人了是怎么回事？婆婆张牙舞爪的要冲到公司里面，几个保安只能用身体挡住门口。
也不敢推搡她，只能被迫挨了一脸唾沫星子。我全身血液倒流，直冲头顶，脑袋里一阵发懵，脸上也一阵火辣辣的。妈！我愤怒地大喊了一声，场面静了一瞬，紧接着又闹哄起来。尽管恨不得扇他2巴掌，但我知道现今先把他安抚下来才是正理。妈，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压着火气质问道。你在公司啊？那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婆婆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我不在公司，我前天不是和你说了吗？我回娘家住2天。那你怎么不回家做饭？婆婆不依不饶地喊。妈，我路上塞车晚了点到家，我也没想到你跑来我公司。我耐心耗尽，不想和她废话了。周围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我就说这是很奇怪，这儿媳妇真惨，她婆婆有点不讲理呀。还好吧，她婆婆只是太过担心她而已。顶着各类奇异的目光，我上前拉着婆婆离开。我凑到婆婆耳边小声说，妈，你是要把我工作毁了吗？我工作没了，刘瑜那点工资够养家吗？你来我公司闹这件事，刘瑜知道吗？婆婆脸色一僵，还是咬咬牙耍威风道，这次就先放过你，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就先强撑着伺候你，替你做1天饭。我懒得再和她说话，只推搡着让她快点离开。我实在没有脸陪她再闹下去了。我看着婆婆终于离开公司，不由得松了口气。转身时，余光突然在拥挤的人群中瞟见一抹丰腴的身影，似乎感受到我的目光，她急忙转过身挡住自己脸。那是王云。我目光一凝，转而觉得心里怒火中烧。那2巴掌真是打少了，得亏婆婆这么一闹，我成功从领导同情的目光中申请到7天的长假。我坐在车里给刘瑜打电话，对面嘟的一声就接通了。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我中午饿。我冷声打断他的话。你知道你妈来我公司楼下闹事吗？什么？刘瑜那边似乎不知情，他吃惊地大叫一声，我妈去你公司闹什么？宋妍，我妈这人就冲动了点，但她没有坏心，你多包容包。确认刘瑜真的不像撒谎，我不想再听他说话，直接把电话掐断了。回想着王云那慌张的背影，我看着阴沉沉的天空，若有所思。难不成是她撺掇婆婆来闹事的？可婆婆才刚来这座城市，他们这会就已经认识了。雨滴大点大点地往下坠，不断拍击着灰色的车窗。望着车水马龙的闹市，我脑中骤然灵光一闪，浮现出一个令自己都大吃一惊的念头：会不会是他们之前就认识了？我不可能吃下这个闷亏。现今快到饭点，想到婆婆该去小区附近的菜市场买菜，我在路边扫了辆电动车，朝菜市场行驶过去。我在菜市场的出口等了一会，终于看见婆婆提着一大袋蔬菜，慢悠悠地走出来。白茫茫的雨幕中，黑色宽大的雨衣以及头盔口罩都将我遮挡得严严实实。我故意将电动车来到最大码，呼的一声从婆婆身边迅速行驶而过，轮胎飞速旋转，溅起一大滩雨水，直接溅湿了婆婆的大半的裤子。王八蛋，给我站住！婆婆气急败坏地大喊着，捏着拳头追赶上来。见时机差不多，我将一直提在手里的黑色袋子直接往地上一扔，圆滚滚的黑色袋子在地上滚了几个圈，沾满了污泥和雨水。袋子里面是我妈前阵子摘的蘑菇，里间混杂了一些有毒的，吃不死人，但是能让人遭点苦头。车子行驶过街头，我装作不经意地转过头，后方的婆婆喜滋滋地将袋子高高提起，炫耀似的大声说些什么。我回到家时，
刘瑜和婆婆已经坐在餐桌前吃饭了。我抬头往桌上扫了一眼，菜的分量很少，明显没我的份。那也行，省得我找借口推脱。婆婆重重的冷哼一声，刘瑜也只顾着埋头扒饭。屋里气氛严肃又沉重，一片静悄悄的，只有碗筷碰撞的声响。等他们吃完饭，我故意从房间里出来，大喇喇地坐在客厅等着看好戏。随着时间流逝，婆婆和刘瑜开始在沙发上坐立难安，两人的身影在屏幕前不停地晃动着。我心中乐不可支，面上还是假情假意地关心道：“妈，刘瑜，你们这是怎么了？这都跑了第几趟厕所？”刘瑜白着脸，抖着腿朝我凑过来。宋妍，你摸摸我额头，我是不是发烧了？我感觉自己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迎面过来一股厕所味，我连忙屏住呼吸，嫌弃地把他一把推开。哎呀，你们肯定是吃坏肚子了。斩钉截铁地说完，我又装作焦急地询问道：“你们两个今天到底吃了什么东西？”婆婆捂着肚子，哆哆嗦嗦地回答：“也没什么，就晚上吃的那些菜。”她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撑着墙，全然无下午在公司门前指着鼻子骂我的嚣张模样。我拧了拧眉，不耐地问：“剩菜倒在垃圾桶了吗？”婆婆和刘瑜两人一人占着一个厕所，此时恨不得住在里头。屋子里不断响起此起彼伏的马桶抽水声，左侧的厕所传来刘瑜的微弱的声音：“妈说不能浪费，放冰箱里头。”我早就知道我婆婆的尿性，也不吃惊，打开冰箱，开始假模假样的翻看里头的饭菜。我慢吞吞的翻了半天，才装作吃惊的问道：“妈呀，这蘑菇是哪来的？”蘑菇是路上捡的，有个穿黑雨衣的骑车太快落下，被我……哎呦！紧接着又是一串稀里哗啦的抽水声。厕所里的刘瑜忍不住了，他愤怒地大叫：“妈，这种便宜你怎么也占？路上的东西怎么能乱捡来吃呢？妈，你是老寿星喝砒霜嫌自己活得太长是吧？”我在一旁阴阳怪气地嘲讽着，见婆婆瞪着我要发作，我连忙捂着鼻子嫌弃道：“妈，你先把自己整干净了，你现在一身屎味。”她气得一个仰倒，扭曲着面孔过来，刚要说些什么，又急忙夹着腿冲进厕所里去。“宋妍，你别说风凉话了，快送我们去医院，我感觉自己快拉脱水了。”刘瑜颤着小腿肚，捂着肚子痛苦地说着。我贴心地递给他一杯酷咸的盐水：“再等等哈，先拉干净，别待会拉车上了。”见刘瑜阴着脸不说话，我不慌不忙地说：“洗车怪贵的，能省点就省点，我怕待会妈又说我不会管家。”刘瑜愤愤地瞪了一旁的婆婆一眼，一把接过我手中的杯子，猛灌了一口，又被呛得满脸通红。我看了半天热闹，才载着刘瑜母子急忙去医院急诊。对了，专门选刘瑜的车，折腾到半夜，看着躺在病床上惨白着脸的母子俩，我欣慰地点点头。这下婆婆和刘瑜都清闲了，也不用烦恼哪个人该去做饭了。我又把李阿姨请回来，我还给婆婆和刘瑜请了个护工，专门照顾他们俩。见婆婆虎着脸，我无奈地说：“妈，我公司那边忙，回到家哪还有时间做饭？等送来医院，饭菜都冷得结块了。”见婆婆仍是阴着脸，我转头把护工辞了，给他们俩连吃了3天结块了的饭菜。别误会，隔壁快餐店买的。吃到第3天，婆婆忍不住了：“你就不能请假过来照顾我们？”刘瑜也瞪着眼，有些不满：“工作哪有我们重要？”我火了，一拍桌子怒道：“上次妈去公司闹事，我领导已经对我很不待见了，我再因为家事请假，我工作还要不要了？
刘瑜有些埋怨地看了眼婆婆，婆婆也低下头，讷讷道：“这要不把上次的护工请过来？”我冷笑一声，扭头就走。刚走到门口，就看见小寡妇王云一手提着个保温桶，一手牵着个小男孩，一大一小慢悠悠地走过来。她恬不知耻，打着答谢刘瑜给她修水管的名号。这几天已经来过好多次了。宋姐去上班了。王云将散乱在额前的发丝别在耳后。这几天，刘大哥看起来很喜欢喝我炖的补汤。他娇娇弱弱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吃。我压抑住嘴角疯狂上扬的微笑。这不废话吗？冷饭菜吃了3天，他有的挑吗？他坏女人，坏女人！王云旁边的小男孩朝我吐口水，我可不惯着这熊孩子，凶巴巴地瞪了他一眼。他被我吓了一跳，躲在王云后面，愤怒地看着我。王云正为刘瑜多喝了自己2碗汤乐着，得意地牵着他儿子绕过我进了病房。我懒得偷听王云和刘瑜的墙角，直接驱车离开医院。婆婆和刘瑜住院这3天，我托人找了个私家侦探帮我查清婆婆和王云2人间的关系。我花了大价钱，所以私家侦探办事效率很快，短短3天时间就将资料送到我手里。文件夹里的资料证实了我的猜测。王云和我婆婆之前的确认识。王云和我婆婆的娘家是同个地方，都在闽省某个小村子，算是老乡。而令我没想到的是，文件夹的最后几页却是一张亲子鉴定书和一张住院病历。亲子鉴定书上写着王云和他儿子没有血缘关系。我还有些摸不着头脑，手指径自往下一滑，下一张是住院病历，上面有患者本人的分娩记录，拍得有些模糊，足以见拍摄者很仓促，但患者名字还是很清晰地展露出来。那上面是我婆婆的名字，时间是5年前。不对啊，刘瑜他爸早就死了10多年啊！我后知后觉，意识到什么，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张奇怪的病历。我坐不住了，拿起手机直接拨通那个私人侦探的电话。对面一接通，我就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你没搞错吧？王云儿子其实是我婆婆的儿子，我小叔子。没错，我对了下时间，王云他儿子今年确实才5岁。听到对面笃定的回答，我仍然有些不可置信。可刘瑜他爸，我公公早在10多年前就去世了呀。电话另一头传来私家侦探不急不缓的声音：我们的人继续深挖，发现你婆婆那段时间常去王云婆家，可能偷情对象就是王云她的公公。说完，他还意味不明地补充了一句：对了，王云还有个婆婆。太炸裂了！我婆婆这么会玩，让王云给自己养小儿子，又物尽其用拉皮条给自己的大儿子，还把人家公公拿下了，太疯狂了吧！挂断电话，我平复了下心情。原先的计划已经被我推翻了。原先我的计划是用王云离间刘瑜和婆婆，逼迫刘瑜将转移到婆婆账户上的财产赠予给王云。刘瑜要养小三，钱只能暗地里从婆婆那里拿，而她投到小三身上的钱却是属于我和她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兜兜转转，法院最终只会将这部分赠予小三的钱判还给我，而我这边暗自将手头上的钱偷偷转移出去。最后，我再到法院起诉刘瑜婚内出轨。刘瑜作为过错方，婚内大半的财产和线下居住的房子我都能争一争。可如今，我有个更恶毒的计划了。我驱车回到医院，还没进病房，就听见里头的欢声笑语。我刚推开门，
就见到屋子里温馨有爱的一幕。王云正坐在床头给刘瑜削苹果，一旁的婆婆牵着王云儿子，不是她的小儿子，两人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随着我的到来，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古怪，直至王云儿子指着我大骂道：“坏女人，狗女人！”见我脸色难看，王云软绵绵地呵斥了一句：“小光，不许胡说。”刘瑜懒洋洋地躺在病床上刷着手机，似乎懒得理会这事。骂孩子干嘛？他懂什么？婆婆满不在乎地嘟囔了一句，又亲昵地摸了摸王云儿子的脑袋。小男孩调皮点没什么关系，宋妍被骂两句又不会少块肉，这是人话。我忍不了，我阴沉着脸，几个大跨步走进王云儿子，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两巴掌打过去。你有妈生没妈教是吧？老娘替你妈教教你怎么说话。似乎没想到我会这般行事，在场几人都被我惊呆了。哇呜！王云儿子尖锐刺耳的哭嚎声打破了这诡异的寂静。婆婆最先反应过来，她怒气冲冲地站起身：“宋妍，你疯了！他一个孩子骂你几句怎么了？”她气得浑身颤抖。我估计要不是婆婆手上的吊针，她能冲过来和我扭打在一起。宋妍姐，我知道你讨厌我，可你怎么能连小孩子也打？王云一脸震惊无措地望着刘瑜，似乎期盼他说些什么。刘瑜也不负众望，他皱着眉头：“宋妍，你也太小题大做了些。”不等他说完，我直接地打断道：“你有病啊！你老婆被骂狗女人，你是什么狗东西？难不成你要为了这个小逼更多 V？icon 免费尽在微信公众号胡巴士。崽子和我吵架，你知道外头的邻居怎么说你们吗？他们说你整天和王云厮混在一起，是不是想给这小崽子喜当爹呀？”我吼得一声比一声大，特别是最后一句，吼得刘瑜直接羞恼地涨红了脸。婆婆在一旁怂恿着让刘瑜教训我。我随手拎起一把圆凳子，恶狠狠地盯着他：“打死他！呜，打死他！”王云儿子不甘被忽略，朝我恶狠狠地砸过来几个纸团，其中一个纸团砸到头上。我随手打开一看，这是一家妇科医院缩阴修复手术的宣传单子。王云儿子怨毒地看着我，嘴上不停地诅咒着：“祝你病死，祝你病死！”我这次没留情，拎着王云儿子衣襟，当着众人的面恶狠狠地揍了一顿。婆婆和王云两个人加起来都没拉得住我，一个不停地抹眼泪，一个嘴巴上不停地咒骂我。病房里闹哄哄的，刘瑜要来拉住我，也被我一拳头砸在面门上，直至外头的护士医生来拉架，我才作罢。我收拾东西回了娘家，又将王云和刘瑜在医院的亲密照发送到小区的住户群里。本来小区里就有刘瑜和王云的闲话，这下更是直接闹翻了天。刘瑜急急忙忙地打电话过来，我挂断电话，用提前准备好的姜汁沾了沾眼睛，确保眼睛红彤彤水汪汪的，才打了个视频电话给刘瑜。一打过去，立马就被接通，对面映出刘瑜那张乌青了一只眼睛的脸。他一见我哭成这般模样，面上有几分疑惑，随即像是明了什么，立即趾高气扬命令道：“宋妍，你快在小区群给我解释清楚。”解释什么？我声音带着浓浓的哭腔，实在是刚才姜汁抹多了，眼泪根本止不住。刘瑜，你是不是仗着我爱你，放不下你，你就这么作践我？你和王云两人非亲非故，无名无分，天天在我面前晃悠，你要我怎么解释？一股脑说完台词，我怕自己忍不住吐出来，急忙挂断了电话。过了2天，
刘瑜和婆婆出院了，他们发现我搬回娘家，又不断地打着电话催促我回家。刘瑜打过来的电话，我通通都在诉苦，扮演着深情但受了委屈、不愿回家的可怜妻子角色。如此这般暗示了刘瑜几天，我终于得到了满意的消息：宋妍，这下你满意了。我妈为了你要认王云当干女儿，她宁愿搬去和她干女儿一起住，都不愿意留在。我按捺住雀跃的心，直接打断刘瑜的废话：妈搬走了，我肯定会回家去。心情大好，我也乐得给刘瑜画饼。刘瑜，我们以后好好过，我保证回去后好好孝顺咱妈。刘瑜听后满意的挂断电话，难得开着车将我接回去。认亲宴的日子定在了一个黄道吉日，我跟着忙活了2天，又是联系亲朋派送请柬，又是订酒店的，像陀螺般转悠了许久。直至今日，好戏终于开场了。装潢华丽的酒店大厅，中央穿着大红旗袍的婆婆笑呵呵地拉着王云站在高台上，底下是一胡子拉碴的老汉，也跟着乐呵呵地夸耀着我婆婆和王云。他就是王云的公公，我婆婆的姘头。小云这孩子敦厚老实，以后有了这么个好闺女，王妹子以后有福了。周围人也纷纷跟着她恭维着我婆婆。我婆婆乐得笑咧了嘴，又去了我一眼，小声道：我一看小云这孩子就亲切贤惠又体贴，和我对得上脾气，可不像我那儿媳妇啊，还搁这拉彩呢。我抿着杯中的红酒，想到王云婆婆已经领着人赶过来参加这场认亲宴，颇有些按捺不住嘴边的笑容。果然，不一会儿，我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喧哗声，几个青壮的男人拿着棍棒扫帚闯进酒店大厅，紧接着是一阵刺耳的叫嚷声：王小燕，你个老妖婆，这么大的年纪还勾搭别人男人，老不知羞！来了！我抬眼看去，是王云她婆婆。此时她满脸深沟纵褐的皱纹扭曲在一起，样子颇为狰狞可怖。你这婆娘在闹什么？王云公公被唬住了，颤抖着身子，气势有些不足。我呸！2个老不死的搞破鞋，还生了个儿子，让王云这个小贱人帮忙养。我当时还巴巴地伺候她月子，没想到生的是个野种。王云婆婆越说越激动，她拿了根扫帚，追着王云公公和我婆婆2人疯狂敲打着。满场的宾客被这变故惊呆了，有想拦着的都被王云婆婆带来的人挡住了。一时间，众人竟是呆呆地看着王云婆婆大发神威，追着我婆婆2人满场乱跑。你们知不知羞啊？知不知羞？她气喘吁吁地大叫着，将我婆婆打得满脸红肿，身上的衣服被拉扯得皱巴巴的。你污蔑人！污蔑人！婆婆抱着头不承认。我污蔑你什么？要不要带着去找大夫做那个什么地啊？哎，到时候那个小野种是谁生的，大家一目了然。我陪着刘瑜儿进宫医院，这次是去做亲子鉴定。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我看到她满脸灰败，难以置信地盯着角落里不敢抬头的婆婆。我强忍着笑意，假意安抚道：回去再说，回去再说。还没走进小区，一路上的风言风语就不停地飘到我们几个的耳朵里。听说我们附近的小区某16栋有个刘姓的住户，他妈给他那个死鬼爹戴了绿帽。对对对，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还搞出一个孩子来。哎呦，作孽啊！听说那姘头家里还有老婆，婆婆的头越来越低，到最后她干脆捂着脸，逃也似的溜进小区里。我低着头，嘴角不断抽搐着，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连忙跑远些，才敢笑出声来。回到家门口，
我发现门底下又被塞了一叠忍者神龟的照片。刘瑜黑着脸，乒乒乓乓地摔打着东西进了家门。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婆婆终于提出要回老家了。你现在回老家也是这样，还要被王云她婆婆堵在家门口打，到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打死你还要麻烦我们去给你收尸。刘瑜不愧是婆婆的亲儿子，一句话将婆婆的嘴堵得死死的，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知晓时机差不多了，斟酌着提议道：妈，刘瑜，我们搬家吧。搬家？对对对，搬家。婆婆好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连忙附和道：搬家好啊，搬家了我们就不用再听到这些风言风语了。说得容易，我们哪里来的钱？租房吗？那现在这房子怎么办？刘瑜气呼呼地丢下这句话，砰的一声甩上门。我听着里头不断变换的视频声音，无声地笑了笑。我夜里拿了刘瑜的手机四处划拉，也不干别的，只搜索了几个关键字：假离婚、买房，最后再把浏览记录和搜索记录全部删除。刘瑜若是有点脑子，看见了大数据推送的视频，就该知道要怎么办。果然，不一会儿，我就看见刘瑜急匆匆地朝我跑过来：宋妍，我们离婚吧。你说什么？我惊讶地捂住嘴，转而坚定地大声拒绝：不行，我不同意。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刘瑜松了口气：你听我说，妈刚刚说的对，我们可以搬家，买新房子。可我们婚前刚掏空积蓄买了房，哪还有钱再买房子？难不成要卖掉？我拧着眉看他，神情有些不舍。不买，把这房子抵押了。他语气坚定道：我之前在妈那里存了些钱，还有，我们可以先假装离婚。这房子当初写的是我的名字，你名下还有购房优惠，这些凑一凑，足够贷款新买一套房子了，而且还剩了一大笔税费。刘瑜越说越激动，拉着我手，不断向我解释着他描绘的蓝图。我抽回自己的手，冷言拒绝道：不行，你这不是诈骗吗？刘瑜一听我拒绝，有些急了：宋妍，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讲究这个？现在这年头，哪个不这么干？我沉默了一瞬，神色间有犹豫挣扎之色，最终咬了咬牙：你再好好和妈商量商量，换个法子吧。刘瑜和婆婆商量了好几天，最终还是决定要实施假离婚买房这个计划。我迫于无奈，只能答应他们的请求。我们在律师的协助下拟好了离婚协议，也请他帮忙做公证。协议上写明了，我们线下居住的房子归刘瑜所有，但财产上我分了近80%，将近200多万。刘瑜领着我去拿离婚证的前一晚，我有些激动的睡不好觉，直至离婚证真真实实的落在我手中，我才有种如梦初醒的感觉。这事成了。我神情激动地打量着手上绿色的本本，一旁的刘瑜见我这般快活，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宋妍，你什么意思？他拉住我的手，脸色有些不好看。沙比，我甩开他的手，嘲讽地看着他：你当我不知道你和王云那点破事？我伸手从包里拿出一叠被打了码的照片，重重地摔在他脸上：看看，看看。马德，和我离婚还要约你情人打个炮庆祝是吧？死渣男！刘瑜错愕地看着满地被打了码的床照，哪里还不明白？他这是被我耍了。他猩红着眼，挥着拳头要朝我砸过来。我眼疾手快，急忙往一旁避开。一旁的民警赶忙走过来，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刘瑜被迫冷静下来。他恨恨地盯着我，最终只能扭头离去。我卷了刘瑜的100多万飞了，她和我原先的婆婆自然不肯善罢甘休。我将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都告诉了我爸妈，
其实他们从我频繁回娘家就猜测到什么，所以刘瑜和婆婆找上门时，我妈和我爸带人把他们赶回去。两人卷土重来，越战越勇。婆婆颠倒黑白，带着民警和一堆记者上门说我骗婚，我梨花带雨的哭诉。我婆婆心地善良，错认了小三当干女儿，不小心给儿子拉皮条。我这都和刘瑜离婚，成全他们了。婆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呜！等刘瑜上门，我又阴阳怪气的嘲讽：你小三的儿子还是你妈和小三的公公生的，你叫他什么？也叫妈？你这样对得起你爹吗？你爹在地底下知道你妈给他送了顶帽子吗？知道你有了个弟弟吗？我爸妈最后直接放言，威胁要在刘瑜工作单位和他们居住的小区张贴刘瑜和王云的马赛克照片，将婆婆做的破事闹得尽人皆知，这才吓退了他们。而我默默地闭嘴，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我有什么错呢？我只是一朵娇娇弱弱的白莲花，被婆婆厌弃，被老公背叛，被小三欺负。尽管受了这么多委屈，可我还是真善美的选择原谅我的老公，咽下一切苦果，成全了他和小三王云。我可是如了你的愿，只是不知道，一个背负着巨额债务的男人，你还会不会和他真心相爱？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